哦，今天咱们来玩一个奇葩的 KO 放大版本的电影玩具 MPF 的飞机 V。这回的这个厂家可以说是非常的鸡贼了，它分了 A、B 两个包来出。A 盒里边只有一个可动的人偶威震天 ，B 套里边是一个可以摆放出来的大飞机。其实说白了，把一套 MPM 给你拆开了两半来卖。飞机部分其实就是可变形的原版背包，以及身体和两条手臂、肚子里边的这些玩意儿给你拆出来了，它是可以变形的，还非常贴心的给你整了一个支架，所以你是可以威震天和飞机单独摆放的，人形和载具不同的形态。哦，整体的来说，涂装嘛做的倒是全部上了漆面的效果，银闪闪的，看起来还挺漂亮的。但是也能看到屁股后边这里，其实因为没有两条腿的存在，所以是空的。但是呢，这样摆放的话，这个大飞机虽然显得有一些单薄，但毕竟是个外星战机，你也不能说它点啥。更何况，它底盘也没那么累赘了。尺寸来说还是挺大的，一展打开已经来到了将近42公分，头至尾的长度也在45公分左右。支架的安插非常简单，就是腰部的这个转盘扣了一个扣子上去，另外还带了一个支架的转换头，就可以在变形成胸像的情况下这样摆放。这是个啥？跟这样摆放在这里，或者说可以称其为基地形态，也没毛病。来看可动人偶的部分，放大了以后尺寸将近35公分。来看造型的细节，原版的 MPM 这个模具底子就很好啊，身上的这种刻线啦、纹理的内构细节做的都很不错，只是缺了一层涂装。而这一次的版本呢，也是用金银分色来处理，很好的展现出来身体这一块的轮廓以及层次感。包括打开胸口，胸口里边的纹理刻画也很清晰，涂装做的都是满的，而且这个魔方是可以拿下来的。底子里边也有裂纹的细节，魔方上面的刻线，做的都是不错的。嘿嘿。胸甲嵌合进去的紧实感也非常好，而且这颗脑袋层次细节，嘴巴张开，里边的牙齿也有刻画出来。涂装的细节非常的漂亮啊，但是并没有眼灯的效果。最大的改动也是背后这一块的造型了，更加还原于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比例效果。也是因为不涉及到变形机构了，所以只是造了一个造型的背包零件，后边的小尾巴这里稍微的有一点点活动，而且整个的翅膀缩小了，造型来说也不会像可变形版本那么的臃肿了，毕竟有一个尺寸缩放的概念。这个样子。对于还原度来说，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。别看这款玩具尺寸很大，其实拿在手上并不会觉得特别的重，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合金零件。不过身上的这些关节处理倒是还挺紧实的，该用齿轮关节的地方都使用了齿轮。头部来回的旋转双关节，这是变形的需要。腰部左右旋转是一个转盘子。前踢、后踢，这些都是齿轮关节。脚踝左右也能接地，手指这里并没有用想象中的那种特别软的橡胶材质啊，还是挺硬的。那想要一体变形，我们还是需要进行零件的替换的。首先拔出来脖子，通过这个开口的轴，整个的卸下来。两个可拆卸的爪子，从这里给它揪掉。当然，甩着的这个链边，还有这个融合炮也是都有的。还需要拆卸的是这个双层的胸甲，我们把它拔开，顺着这个地方的开口轴，把它整个的扣下来，把这一块单独拿掉，一共3颗，把这里全部拧松，然后剥下这个屁股甲，胯这里不要动啊，只把上半身卸下来，这里的齿轮关节捏着点，别让它弹出来。就可以把这个可变形的上半身装回去，再把这个屁股甲封上，螺丝都给它拧紧，把刚才我们卸下来的东西都装回去。老设计啊，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动的地方，咱们就不介绍那么详细了，直接开始变，快速的整起来。
整体在变形的过程中啊，其实能感觉到变形设计上面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动，还是原版的那个变形逻辑。但是因为尺寸放大了以后，又加上了身上的漆面涂装效果，所以有一些扣子和一些关节轴的位置会显得有一些生涩啊。你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尤为明显，可能变几次稍微磨一磨就好一些了。模具的精度问题不大，扣合起来各个缝隙都是挺准的，每一个扣子都能对得上去，而且整体的料子偏硬，比官方的要硬好多啊。再加上全身涂装完成的效果，其实放在那里看闪闪亮亮的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当然，多出来的这个胸甲我们还可以架在地台上，给它放到一边去展示。其实 MPM 变异威震天这个模具原大的、放大的，好多的厂家都出了各种涂装的配色，甚至工艺方面来说，其实已经很成熟了，在变形机构上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而这一次 MPF 这家厂出的这个放大款，可以说是很偷机了。它人形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背包，然后做出来一个可动人偶的视觉效果。如果你是对电影造型还原度需求比较高的这些朋友们，可以直接选择单买一个 A 套。这又说起来，变异威震天的造型，好像可动人偶的这些厂子还真没有太多家在出啊。这款可以说是开辟了另一条新赛道的蓝海市场。而如果你很在意一个变形金刚玩具连变形都没有，它就啥也不是的话，你可以加购一个 B 套来完成它原始的这个 MPM 的设计。一款产品两种体验，就像视频开头说的，这个厂子非常的鸡贼，可以说把这两方面的人群都能考虑到位。那么得嘞，大家觉得这一款 MPF 的放大飞机杯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